24小时，不是1个月，也不是1周，只是整整1天的时间。这一天里，4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同一个名字点燃。演艺评奖、行业地位、官方媒体、商业市场，4条毫不相干的战线，全部在同一天传来捷报。这个人就是肖战。如果你还停留在几年前的印象里，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又一次的粉丝造势。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就把这4个消息一条一条摊开来看，你会发现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一个演员用了整整10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故事。先说说他是怎么走到这里的。很多人对肖战的第一印象停留在几年前那部让他一夜爆红的仙侠剧上，那时候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过。有人说他不过是靠着一张脸走红的偶像，撑不起真正有分量的角色。剧本再好，人设再讨喜，也只是昙花一现，红过就会被下一个新人取代。可是没有人想到，他偏偏没有停在舒适区里。这些年，他一部作品接一部作品的磨演技，从青春偶像剧一路演到年代剧、悬疑剧，甚至扛起了正剧的分量。中间也不是没有争议，有人骂他选剧眼光不行，也有人质疑他转型太慢，但他几乎从不回应，只是闷头拍戏。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他饰演藏海这个角色的那部年代传奇剧里。剧中他要演一个心思深沉、隐忍多年、步步为营的复仇者。这种角色最难的地方在于情绪必须收着演，眼神里要有戏，但表面上什么都不能露，一旦演过了就会显得用力过猛，演不到位又会显得平淡无味。而他做到了，甚至做得比很多人预期的都要好。开播当天，收视率就冲上了平台近年来的高位，全网热度5小时内就突破了当时的记录。这部剧后来创下了播出平台历史级的收视战绩，海外发行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豆瓣评分稳稳站上7分以上，被不少观众称为近几年少有的现象级古装剧。也正是这部剧，让一直质疑他演技的观众第一次集体闭了嘴，连一些原本不看好他的路人观众也开始承认，这一次他是真的把角色演活了。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最近这一天，围绕着这部剧和这个角色，4个好消息会同时砸向他。第一个消息来自第33届金鹰奖，肖战凭借藏海这个角色正式进入最佳男主角候选名单，将要和一批老戏骨、实力派同台竞争。候选名单里既有深耕正剧多年的老演员，也有这几年靠作品攒下口碑的中生代。这一次的评选机制被业内称为近年来最严格的一届，观众投票只占40%权重，剩下的60%全部交给专业评审和视协会员来决定。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场靠粉丝人数堆出来的比赛，专业层面的认可才是拿奖的硬门槛。这个奖项本身也经历过多轮改革，早年曾因为流量绑架评选被观众吐槽成语 quote 水鹰奖与 quote， 这几年才逐步把评选权重向作品和演技本位收回来。能够站在这份候选名单里，本身就说明他的表演已经跨过了与 quote 偶像剧演员与 quote 这道坎，被真正的行业标准接纳。如果你也觉得这份认可来得不容易，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第二个消息紧接着就来了。同一周，肖战被正式任命为一个国家级大屏点播联盟的推广大使。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业代言，而是一次身份上的转变，从单纯的演员变成了行业内容推荐官。他主演的一部现实题材作品也同步入选了这个平台首批推出的片单，而且是唯一一部现实主义类型的作品，讲的是一群打工青年在大城市里创业打拼的故事。这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他的影响力已经从粉丝群体慢慢延伸到了更广泛的大众市场，甚至开始参与到内容生态的建设当中，未来还会涉及乡村地区的大屏设备普及计划。第三个消息来自一个你可能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官方媒体。据报道，官媒在制作一支介绍中国夏天的宣传视频时，选用了他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这类国家级媒体的选片流程向来审核严格，几乎不会因为一时的流量热度就轻易采用，背后往往要经过层层筛选。能够被选中，
本身就是对一个艺人形象和公众影响力的间接背书，也是很多艺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曝光机会。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这一连串的认可是巧合还是必然？第4个消息落在了最实际的地方，商业价值。肖战代言的一款新能源轿车，在6月交出了一份相当亮眼的成绩单，单月交付量正式突破1万台，成为这个价位段里第一个完整交付月就站上万辆门槛的车型。这款车早在预售阶段，订单就已经突破8万台，发布会当天27分钟内大订就破了12000台。从预售火爆到交付破万，中间经历了整整2个月的市场检验，销量没有像很多流量代言车型那样迅速降温，反而稳步兑现，一步一步把订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交付数字。业内人士分析，这种转化靠的不是短期的流量爆发，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国民信任度，粉丝愿意真金白银地下单，靠的也是对他形象的信任。你可能会问，这4件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简单，它们分别来自4个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艺术评审看的是演技，行业平台看的是内容影响力，官方媒体看的是公众形象，市场消费看的是真金白银的信任。这4条线平时几乎不会交汇，评判标准也完全不同，可是在这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深的道理。第一，真正的口碑从来不是靠一时的热度堆出来的，而是靠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积累出来的。观众的记忆很短，但作品留下的印象会一直在，时间越久，反而越经得起检验。第二，专业认可和市场认可从来不是2条对立的线。曾经有人觉得演技和流量是矛盾的，红的人演不好戏，会演戏的人红不起来，观众和评委看的是2套标准。可是当一个人真正把作品做扎实了，这2条线迟早会交汇在一起，谁也拦不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热搜会更新，话题会过去，但扎实的作品和稳定的形象才是真正能穿越周期留到最后的东西。流量给的是一时的关注，作品给的才是长久的信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一天看起来像是巧合，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偶然。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好消息集中出现的那一刻，而是这些好消息背后所积累的时间、努力和坚持。很多人只看到了今天的鲜花和掌声，却忽略了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夜，忽略了一个演员为了一个角色反复打磨细节，为了一场戏不断推翻重来的认真与执着。其实，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里，能够走到今天，从来都不是靠一次幸运的机会，而是靠一部作品、一场表演、一份口碑慢慢累积起来的信任。当实力不断沉淀，当作品持续被认可，当观众的支持越来越坚定，所有曾经付出的汗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迎来属于自己的回报。所谓的一夜爆红，往往只是别人10几年默默坚持后的集中绽放。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天更像是一次迟到却从未缺席的兑现。它不仅证明了真正优秀的人终究会被看见，也再次告诉所有人，时间或许会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却从不会辜负那些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每一个角色的人。每一次掌声的背后，都藏着无数次跌倒后的重新站起，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外界看不到的坚持与努力。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相信，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人，从来不是运气最好的人，而是能够在浮躁的环境中依然保持初心，坚持做好自己的人。因为运气可能带来一次机会，但实力才能让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来到身边，而口碑才是一个人最坚实、最珍贵的底气。好了，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那么，你觉得这一连串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究竟只是命运眷顾下的幸运巧合，还是多年厚积薄发后的必然结果？欢迎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如果你也相信努力中会被看见，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继续聊更多精彩故事，再见。